主，世子已经在外头站了1天1夜了，他旧伤未愈，要是染上风寒，耽误了明日的殿前封赏，该如何是好？世子定是被那农女算计了，才会有了关系。哎呀，公主，您就看在世子诚心认错的份上，就纳了他吧，左右也越不过您的位分去，不是吗？位分，只因我前世心肠太软，收留了名叫孟央的农家女，且否做了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。公主可知自己为何一直难有子嗣，缠绵病榻？是疏泄了。他说您害了我一个孩子，这辈子都得用无所出来赎罪。啊，对了，他还专门送了您一个香囊。你日日带着它，又怎能怀孕呢？贱人，你骗我！阿央，你在里面吗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你也不能害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阿央，世子，阿央，贱人，竟敢伤害我的夫人，伤害我的孩子！该死！我连你也加害于我，我知道赵公主，你怎么敢？公主，如今你被贬为庶人，现在你的命运，就连路边的一条野狗都不如。我父皇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本王用兵10万，官居1品，你的好父皇现在就连自己都自身难保。说到底，我都要感谢你。要不是你这些年帮我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放心，我会送你上路的。上之晚，任凭你位高权重，又如何斗得过我这个来自21世纪的人？换主，把他埋了。公主，您笑什么？您想通了？前世我怎么没有发现，跟了我20多年的心腹，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爱上了我的夫君。公主，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雪停了，可有些事不能停。齐书县，孟央，这一世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之婉，此事我确有错，但是阿央是无辜的，你如此咄咄逼人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女子去死吗？再说了，不过一个名分而已，你又何必在意外人怎么看？好一个何必在意外人！当初我在紫圣殿外跪了3天3夜，不惜以死逼迫父皇给我们赐婚，所有人都笑话我为了一个落魄世子失了志。其他人怎么看待我根本不在意，但唯独你不行。可如今你却为了他的名分，不惜让我再次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。是我的错，请公主大人不要责怪世子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没错，之婉，你是公主，我是国公世子，难道连纳个妾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之婉，我在雪中等了你1夜，只为求你给他一个名分。我答应你，只要名分，往后我绝不再见他。我给你一笔银钱，保你后半生无忧，你可还愿做他的妾？在现在做了10几年的世子，老娘好不容易穿越古代，肯定要抱好世子这条大腿。
选我呀？世子夫人我也要当，连苏都拦不住。你们说的？请公主开恩，这人世间，女子的名分最为重要。求人是这么求的吗？教教孟姑娘，何为求？你人生来平等，我所求的不过是理所应当，我为何要怪？又往封建王朝里跑，这招我能记下来。盛之婉，你够了！好啊，你要当妾，他要纳妾，那我便成全你。不过，国公府的大门可不是这么好进的。换主，让宋太医开副绝丝药来，让他服下。听闻这公主跟个包子一样，怎么今天一见就如此杀伐论语？之婉，你过分了！你日后又不见他，让他绝嗣，能保国公府清明，你有何不满意的？还是说，你想让他给你生孩子？你若不放心，我自会一直在你身旁。无妨，只要安全生下孩子，那时我便可以与你凭子婚。还是说这孟姑娘已有身孕，而你一直瞒着我，是吗？齐书宪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前世，患者因爱生病，将梦妖推下水，致使梦妖有成，你却将这罪怪在我身上，真是好笑。事已至此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就算是与军功相抵，我也要为他负责。所以，你在这里站了一夜，不是为了求我原谅，而是要逼着我接受他，甚至接受你们生的孩子，是吗？我是怕你知道后会伤心。哼，盛之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母亲，哎呦，可怜劲儿，一个有伤，一个有孕，居然还要在这里被人家搓磨。你也是的，都快要当爹的人了，怎么还分不清轻重缓急？母亲教训的是。之婉，不是母亲不向着你，你与书信成婚2年无所出，这位孟姑娘有孕，那也是为你替国公府开枝散叶，你怎能如此擅妒？母亲怕是忘了，我和世子成婚当日，她便去了战场，从未圆房，如何有孕？这也是国公府的大喜事。听母亲的意思，我必须要接受孟姑娘进府，还得要接受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是吗？之婉，我知你气不过书宪私下纳妾，我定会好好训他。但我知你心善，更不会罔顾孟姑娘肚子里活生生的一条性命。母亲常说，我们国公府最注重脸面礼仪。若让孟姑娘进府，那国公府生下的第一个孙辈便是妾所生。若是传出去，国公府的颜面何在？还是说，母亲觉得国公府的颜面根本不重要？之婉，你看这样如何？等到日后，阿央的孩子出生，就记在你的名下。没错，之婉，你不用受怀孕生产之苦，就能白得一个孩子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？你就答应吧。既然你们都已经想好了，又何必过来问我？送客！果然还是改不了皇家公主的做派。书宪，此次你去殿中受封，立了军功，回头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为人儿媳的规矩。公主，今天就算您要罚奴婢，奴婢也有话要说。您是公主，回家之前金樽玉贵，奴婢就不明白，
您为什么不惜跟宫中撕破脸，也要下嫁到齐国公府？可您的一片痴心换来了什么？他们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还有，他们私下挪用您的嫁妆，分明就是把您当成什么？当成银票。公主，你笑了，你好久都没有笑过了。公主快走！嫁妆是你唯一的依仗，我还不能给呀！说，就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他血流干为止。公主，不要管我！动手！不要，放开他！在哪里？到底在哪里？我说，在哪里呀？我的那一笔嫁妆在公主。在哪儿？啊？我赶回了天安。云兰，今生我定要护你平安。公主，你怎么哭了？哎呀，早知道我就不该说这些的。你说的对，从前是我眼盲心瞎，没有看清这齐国公府竟是个豺狼窝。不过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齐国公府便不复存在。公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打算求父皇赐我跟他和离，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全部付出代价。公主，你好像变了。听兰，你去帮我把嫁妆单子还有私产契约什么的都拿过来。这些一向都是由幻竹姐姐在管，她去哪儿了？她还能去哪？左右是给齐书信献殷勤去了。也罢，装匣子下面还有把库房的钥匙，你且去取吧。幻主，你且去盯着你家小姐。奴婢明白，世子的钱一分都不会少。我知你醉心于我，你放心，日后名分地位我都会给到你。奴婢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能留在世子身边就好。好，那有什么你就尽快告诉我。快去吧。当初您出嫁，太后娘娘共为您准备了168笼嫁妆，压箱底的现金16万6千两，最繁华地段旺铺8间，宅子和庄子各6套，良田88顷，珠宝首饰共88件，绫罗绸缎108匹，祖母定是怕我后悔20幅，弯腰瓷器便掏空了12他的私产为我做准备。 66件，珍祖母稀药材全心装满8个葫芦全意对我好，箱子，车马轿辇而我上一世马匹16匹，却为了齐书金信，银器皿88件，就连祖母病重都没有去看我。琉璃盏、香料等，装满12个箱子。那时候，他该有多伤心啊！公主，公主，念完了。这2年，我贴补给齐国公府的银两有多少？这2年，您一共补贴齐国公府2万3千两，首饰、布匹、书画、摆设等，几乎都被国公府的家眷寄光了。借，好一个借！他们一个个拿我当软柿子捏。既然是借的，可有账目？有，我都有记录。
齐书宪啊，齐书宪，私自挪用皇家嫁妆，我们齐家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你怎么能碰这些东西？自然是本宫让碰的。怎么，还需知会你一声不成？公主这话什么意思？奴婢打小跟在您身边，10几年来兢兢业业，处处为您考虑。您不跟我说一声，就让人碰我给您管制的嫁妆单子。若是觉得奴婢哪里做的不对，您直说便是。你这是在跟我说话？不过也对，你有齐书宪为你撑腰，自然不会怕我。奴婢只是给世子爷送了伤药，别无他想。对了，奴婢送药时听到齐大小姐跟老夫人道您的不是，骂得很是难听。但世子爷是向着您的呀，他是个顶好的夫婿，公主大可放心。是谁允许你擅自给他送药的？奴婢还不是看您和世子爷吵得凶，愿下化干戈为玉帛，这还不是为了您好？好一个为了我好呀！一句为我好，便把我吊命的伤药给送了出去。这不知道的，以为齐书宪才是你的主子呢。公主怎么能这么误会奴婢呢？奴婢只是担心您和世子爷一直闹矛盾，会被人趁虚而入，到时候伤心的还不是公主您？但您却这么想奴婢，真是让奴婢感到伤心。你要是觉得奴婢哪里做的不好，就将奴婢打发出去好了。好啊，那本宫便不留你了。听兰，把她送进宫去，记得是冷宫。公主怎么能这么无情？奴婢打小跟在您身边，如今回去，哪里还有主子容得下奴婢啊？你还知道你是我的奴婢？你擅自把我的药送人，我还以为你是我的主子呢。公主息怒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是奴婢自作主张，求公主开恩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便受罚吧。以后你便降做4等丫鬟，去院子里洒扫伺候去吧。公主，滚！听兰，你去库房取些药材，我要酿些药酒，明天一早要进宫给祖母送去。这都2年了，她肯定是想我想的要紧。去吧。公子好了吗？别急，快要画完了啊！哎，听说了吗？庆宁公主回宫了。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所谓何事啊？听闻他那夫君连中3元，又在苍南立下大功。我爹说呀，他马上就要进宫受赏。听说陛下有意封他为正4品的平颜将军。不过，有话快说。不过听说他带回了个农女，是他的妾。好在哪里？一会儿的比划作诗我就不参加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一个京城第1大纨绔，难道不想画就想逃啊？你二哥，我机会来了！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公主，圣之丸。秀姑啊，这马上就入冬了，你说这芝婉丫头，她那银丝炭配的够不够用啊？当初啊，她身上的寒毒治好以后，她就越发的怕冷了。这个丫头太没有良心，2年了，
居然都没有来看我祖母一次，都怪那个齐书宪。对了，那个齐书宪是不是带了个女子回来？哼，他真当我这祖母是死了不成？祖母，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，怎么舍得来看我了？来，让祖母看看。哎呦，瘦了好多呀！是之婉不对，不该这么久不来看祖母，让祖母担心哦。哎呦哎呦啊！祖母的乖孙呐，受委屈了，定是那齐书宪和那个农女，他们让你伤心了。你放心，祖母一定给你讨回公道。不用了，祖母，孙女心中早已下定决心，要跟那个齐书宪和离。当初你欲下嫁的时候啊，我和你父王就不同意。你为了那个齐书宪啊，绝食以死相逼，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，闹得满城皆知。你父皇为了你的名声，不得不答应你赐婚。怎么，你现在又要和离？就一个农女，祖母给你摆平就是了。祖母，孙女考虑再三，和离是最好的选择。在男人眼中，只会痴痴纠缠的女子甚是廉价，闹到最后情分没了事小，保不齐命都没了。他敢！祖母，最重要的是，您给我准备的嫁妆快没了。昨日我清点嫁妆单子时，甚是心疼。这若是再不合理，恐怕就要被掏空了。真是放肆！你跟我置气的时候，他们定以为我不再心疼你，所以才作践你。这一家子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哎呀，当初你糊涂啊，非要下嫁不可。祖母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孙女这不是幡然醒悟了吗？这次回来，孙女就是想您了。哎，你呀，如果你要是决定了，那我就让你父皇过来。不可，这件事情孙女心中自有成算。若是现在和离，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。齐国公府欠我的东西，我会亲手拿回来。祖母，这件事情啊，你就让孙女自己做决定吧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祖母答应你。之晚呀，早该这样了。谢谢祖母应允。对了，这些年不见，是不是特别想念我做的桂花糕？是啊，我这就去小厨房给您做，等着我啊。老奴许久未见太后娘娘如此开心，听说今日驸马入宫受赏，要不要老奴去把她喊来？太后娘娘再敲她一番，给公主出出气。她受什么赏？此番在苍南立功，听说陛下要封她为正四品平颜将军。正四品，她也配？要不是之晚，她的功劳够干什么的？更何况齐书宪他背信弃义，辜负婉儿的情分，不顾我们皇家的颜面，他做正四品官员，哼！修谷啊，你去把皇帝喊过来。陛下，外头疯传庆宁公主求旨下嫁，惹恼了您和太后，但您自然是心疼庆宁公主的。齐世子明知如此，还明目张胆的纳妾，未必什么？未必不是居功自傲啊！老奴从小看着庆宁公主长大，心疼她呀。当初齐世子说过，绝不纳妾的。罢了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太后也来找过朕，齐书宪年轻气盛，正四品的平颜将军，的确是有点太抬举他了。来，
公子慢点儿，奴才一把老骨头了。苏公公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办妥了。当年老救主带您进宫，说你回去后就嚷嚷着要娶庆宁公主，如今庆宁公主都嫁人了，你还不死心呢？对他，只要有机会，我绝对不会死心。哎呀，虽然你默默在背后为圣上办事，甚至还救过圣上的命，但明面上您还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呀。但您若再立个功，站到明面上去，以皇上对您的信任，想必您提出求娶庆宁公主，圣上也会认真考虑的。他心中有别人，我不想强迫他。哎呀，你呀，齐国公府齐书县，年少有为，骁勇善战，特封从五品宣威将军，钦此。从五品，明明应该是正四品，怎么会变成从五品？哎，苏公公，苏公公，昨日陛下的意思，不是要赐封我儿为正四品平延将军吗？怎么今日变成从五品了呢？齐国公和世子是在质疑陛下吗？不敢。那老奴告退了。哎，苏公公，父亲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估计这是陛下给我的考验。这件事恐怕是有人在使绊子。圣之丸，圣之丸，圣之丸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世子这又发的哪门子疯啊？你穿成这样，不就是进宫告状？你一句话就把我在战场上所有的付出都变成了泡沫，还有从正四品变成了从五品。从五品？要不是你进宫告状，我怎么会变成从五品？哼，嫉妒成性。泱泱不过是一些弱女子，你究竟为什么非要为难于她？我当初怎么会爱上这种男人？不过上辈子他拿的确实是正四品，这一世怎么变成了从五品？当日我在战场上被敌军探子下了药，是他救了我。我因为中了药，才将她当作你一个清白的女子，被我害了身子。我负责不应该吗？应该极了。世子应该八抬大轿，把他风光迎入国公府。你少阴阳怪气！我都说了，我绝不再见他。你也答应了母亲。哼！一转眼你又去找陛下诉苦，你是不是非要他死了你才觉得痛快？你曾经许诺我永不纳妾，可如今却带着人逼着我接受视为寡廉，又引来孟小姐有孕，哄骗我让她入府，视为贤耻。像你这种寡廉鲜耻之人，不好好反省，反在这怪我把你做过的事情说出来。世子，你当真不觉得丢人吗？圣之丸，圣之丸，别后悔！我当然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认清你。你，哼！公主，我回来了。上一世我受人蛊惑将你赶走，才让贼人有机会加害于我。这一世你在我身边，定会无忧。回来了就好。这些年未见，练的功夫可生疏了。公主放心，没有谁能欺负了你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又能一起守护公主了。盛之婉，你给我出来！盛之婉，给我滚出来！盛之婉，盛之婉，你个内宅妇人，不好好在后院伺候公婆，居然跑去前朝搬弄是非，害得书县的赏赐降了2个大品阶。下次拖延，连犯2条奇耻之令，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拖去祠堂跪着！
大胆婢子还敢来？今日你们二人是谁跟着盛之婉进宫的？赶紧站出来打30板子，否则一嘴巴迈出去！上一世我被父皇贬为庶人后，就是他和孟央联手害死了我。哼！你们记住，这个齐国公府是我们齐家的，我们说了算。盛之婉，你个贱人，搞砸了书县的赏赐，你敢打我？你怎么敢打我？以前你不是最会讨好我跟母亲的吗？盛之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打你又如何？我打你又如何？我之前就是太过于讨好你们，以至于我祖母给我的嫁妆被你们管，还想骑我头上作威作福起飞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好日子就该到头了。拿过来！这个可是西域皇室进贡的金镶财宝头面，姐姐你说是你的，这难不成你私下跟西域皇室有联系？有联系又怎么样？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难不成因为你是公主，这东西就得归你吗？按旨，未经父皇允许，私自联系他国皇室，该当何罪？又该当如何处置？启禀公主，私联他国皇室，应当以谋逆罪论处。若是陛下知道了，应当是罚满门抄斩。满门抄斩。那便送去大理寺，国公之女谋逆，当大理寺审。是。搞砸了皇上原本要给书县的赏赐就算了，现在还敢污蔑我，要害国公府满门抄斩，你恶毒至极！书县怎么会娶了你这样的毒妇？大姐姐不满父皇的赏赐，要不你提出一个品阶，我这就去换上朝服，即刻进宫，让父皇按照姐姐的意愿处理，如何？你胡说！我哪有对皇上有什么不满啊？那什么叫我搬弄是非？我搞砸了世子的赏赐，难道不是大姐姐觉得父皇的赏赐太低了？一国之君的考量，难道要按照姐姐的意愿来办吗？这盛之婉以前在我面前一个大气都不敢喘下，如今怎么扯得这样吓人？你胡说八道！我没有。私联他国皇室，智慧陛下旨意，数罪并罚，恐怕满门抄斩也是不够吧？估计要株连9族呢。只可惜，姐姐那个刚满周岁的儿子，送去大理寺吧。是。怎么办？书县，你不是最喜欢书县了吗？我是书县的长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难道就不怕书县会生气吗？我怕他没有被我气死。啊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还不赶紧带下去！是。啊！公主殿下，臣服错了，臣服知错了。那大姐姐还让不让我去跪祠堂？不敢。所以，应该谁去跪祠堂？是臣父，是
臣夫愧对列祖列宗，臣夫现在就去祖宗面前跪着请罪。盛之婉，等等，慢着！既然大姐姐喜欢算账，那就去母亲面前一笔一笔的算清楚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作为国公府的儿媳，竟因为丈夫纳妾，便跑去宫里告状，我们究竟是哪里对不起你？是啊，燕儿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哈，母亲！啊，这盛之婉竟然敢打女儿，而且他还污蔑我们谋逆，要捉女儿去大理寺，他威胁要诛我们国公府9族。母亲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沈之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身为国公府的儿媳，竟敢这样忤逆长辈，贡献孤姐！既然大姐姐说不清楚话，那便请大理寺丞的人过来一趟。方才大姐姐去我院中大放厥词，一则说西域进贡给我父皇的财宝是他的，二则说世子功劳大，父皇给的赏赐不够。若此话传出，为了不给国公府招祸，我替母亲动手教训了他。哎呀，啊，对了，母亲，方才你说什么？我有些记不。啊，对了，母亲，方才你说什么？我有些记不清。小贱人，竟敢利用皇上威胁我！若这种大不敬的话传出去，恐怕会牵连整个国公府。看母亲脸色如此难看，莫不是觉得我教训姐姐错了？还是说，姐姐让我去跪祠堂是母亲您的意思？怎么会？是嫣儿太心疼弟弟，这才失了分寸。更何况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我们身为臣子，怎能随意知会？还是母亲明事理呀。不过姐姐这般口无遮拦，看来还是要好好长长记性才好。依我看，这祠堂是要跪的，律法也是要抄的。盛之婉，母亲还在这，轮不到你做主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吗？这妄议皇家，揣测圣明，母亲觉得我做的过分吗？自然不过分。大姐儿今日犯了口舌，就去祠堂罚跪到晚膳时候出来。我不要，母亲，明明是您让我放肆！做错了事情还不知道悔改！来人呐，将大小姐拖下去，罚跪到第2天早上再出来。母亲，我不要，母亲，我不要，母亲啊！盛之婉，你给我等着！放开我，我才不去呢！上好的福元昌原茶，只是这几片就能抵寻常人家半月花银。看来我这婆母花我的银子真是大方，就连茶叶都要讲排面。嫣儿已经受罚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不满意，我不满意。这是各院的账目和钥匙，还有我这2年补贴府中银子的账目，全都在这里。如今世子归来，国公府欠我的银两也该归还我。沈之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都是一家人，还分你的我的？就因为孟样一个小小妾室，只能闹成这样？是啊，世子夫人，你看外头的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？
你若是连这点都容不下，心胸未免也太小了吧！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？你们国公府现在上下尊卑都不分了吗？我可是伺候国公夫人20年的老奴，同为妇人，世子夫人更应当明白何为长幼尊卑。没想到母亲亲手调教的嬷嬷这么大胆，看来明日我还得禀明父皇，用不用好好的尊敬尊敬？还不退下！办事都请适可而止，再闹下去，你就不怕属下彻底遗弃了你？母亲还是尽快的把欠我的银两归还了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和父亲、大姐、二妹、二弟，他们向我借的头面首饰，还有孤本书籍什么的，也一并还了吧。母亲不要忘记了，私自挪用皇家嫁妆，按律当处死罪。夫人，快来人呐！国公夫人被世子夫人气得晕倒了。公主，这没事吧？这2年我时时贴身照顾她，她的身子早已大好，不过是演戏给我瞧罢了。这来了没有啊？郑之婉，你给我出来！郑之婉，你给我出来！世子殿下所来何事？既嫁给我，就该将国公府当做自己的家，将我的亲人当做自己的亲人。不曾想，却长过长己，还言语刻薄，将我的母亲气晕。不可因为泱泱的事就迁怒于别人，这件事终究与他人无关。现在，跟我一起到文熙院，跟我母亲长姐道歉。醒醒！啊！就凭你是我的妻子，女子出嫁从夫，孝顺公婆，乃天经地义。我刚嫁进来的时候，你就去了苍南，你母亲病重，是我日日为她伺候汤药，揉捏穴道。你大姐夫的差事也是我帮他求的，还有，你那大姐的首饰头面也是跟我借的。哦，对了，你那幼弟齐书郎，也是我帮他请的杜大儒来为他授课。以他的智商，你以为哪个夫子愿意来教死？你们国公府所有人的吃、穿、用，哪一样不是我的？如今你想当我的天，让我从你，齐云熙，你觉得你配吗？你身为女子，这些本来就是你该做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因为泱泱有孕，心中有气。这样吧，今夜我就留在你的院里，我们生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可好？你泼妇，日后若是想我再踏入你的院里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哼！公主，刚刚那一巴掌，我刚才那下怎么样？飒吗？飒。不过公主，你少用了点力。啊，对哦，我应该用大一点的力气哦。你刚刚应该这样，狠狠的打，狠狠的打才解气，对不对？发力应该是这样的。只见那俊俏小生攻敌特异，趁其不备，瓦解6部联盟，又引分桃诱之，是逐个击杀。好，好，听着。公主，楼下说的是世子退兵那一战吗？诸位，齐世子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可我听说他带领1000精兵，只杀退了200赤火。
人家第一次上战场就有如此手段谋略，若是多历练几年，咱们圣国何愁强敌来犯呀？可惜呀，最后只封了个从五品。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你们忘了前2年绝食也要嫁给齐世子的天家公主啊？齐世子这次可不只是立功归来，他呀还带回来了一位美娇娘。这女人的善妒之心呐，可是竟是如此。果然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公主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怎能随意编排您？这些年，一位边关将士捐去了多少银子、粮草和伤药？想不到诸位饱学之士在暗地里议论起人，居然比市井妇人还厉害。要我说呀，各位应该改名叫长舌书生。哼，算什么东西？只敢在这议论我们？在下姓商，名邢玉。邢玉，休得胡言！在座的各位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，还不赶快道歉？切，该道歉的应该是他们吧？揣测圣意又不敢智慧，只敢在背地里面议论一个女子，怎么？你看见了？还是说你有证件？哎，我记得你是那个左监督御史家的长子，你叫那个方少辉啊，对，就是你。你要是不满陛下给齐书县一个从五品，今夜就让你爹上表请奏，可否？还有你知道什么叫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吗？你连圣贤书你都读不明白，要不要查查你的功名从何而来啊？你我，邢玉，他竟然会为我说话，这12公子可比齐书县强多了，只可惜是个纨绔，不然他和公主蛮相配的。有吗？公主，楼下吵起来了，商修远让商行玉给众人道歉。商行玉，你一个京城第一腕，有什么资格议论我等？还不速速道歉！对，就是道歉！方才你们说本宫无知浅薄，玩弄心机。参见公主，参见公主。你意思是，齐世子立功归来，只获得了从五品的封赏，是因为本宫妒忌所致吗？我在下没有这个意思。哦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说来听听。属下请公主恕罪，在下胡言乱语。既然是胡言乱语，便自掌30吧。这……方才你说本宫善妒，你得罪了你，还想让我放了你？若是我此时放了你，保不齐哪天本宫心情不好，便去找令尊的麻烦。在下知错了，在下知错了，在下知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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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可是在下说错了，像公主这样的娇贵女子，养在深闺内宅，出行奴婢成群，日常所用皆是鼎鼎有名之物，可曾想过，被你们所丢弃，甚至连看一眼都觉得粗鄙的事物，却是边关将士永远都吃不到的珍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王怀之。御史台王爷可是你父亲？正是。本宫记得你父亲王爷出自元州王室，你既然如此大义，不知你可为边关将士做了什么？我，在下尚未入仕，若是入仕，
定然能为将士们争取更多，至少让他们有粮吃，有衣穿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什么也没做。那你父亲入世多年，可为边关将士做了什么？再或者，你本家王室又做了什么？我王家经商办学，至少不似公主这般奢靡无度。听兰，你告诉他们，我这个奢靡无度的公主，这些年送去边关多少粮食？仅这2年，公主殿下共送去漠北粮食10万担，西江粮食10万担，苍南粮食10万担，棉衣3万件，成衣60箱。没想到花这儿如此慷慨，大公主竟然捐了这么多。不可能，像您这样的内院女子，恐怕连粮价都不知道吧？如今的太平粮价，每担粮500两，加上棉衣和成药，本宫共捐银17万两。这也太多了吧！竟然捐了这么多！你一介女流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还是说公主殿下认为在下无法取证，连这种哗众取宠的瞎话都编得出来？这算什么？我们公主下嫁当日，嫁妆可是足足绕城10里。要不是这2年补贴齐国公府几万两，公主还能捐出更多。什么？齐国公府居然穷得用公主的嫁妆？干得好，提兰，就这么宣扬，我看齐国公府之人还有没有脸面拿着我的嫁妆不还？笑，嫁妆向来是女子的脸面，在我所识得的女子里，哪个不是使劲往自己嫁妆里面塞东西？捐，你舍得吗？你这人真是可笑至极！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自诩家国大义之士，把声音喊得高高的。别人做了，你又以己夺人，真当我家公主跟你一样？也并非无从考证。我记得商大公子的父亲商将军和几位戍边元帅常有联系。你若不信，可以问问商大公子。本宫每次捐赠时所用的名号都是盛世堂。商兄，此话可是当真？这公主大义，想不到这盛世堂是您的产业。在下替家父及边关将士拜谢您的大恩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不，商兄，莫不是你看她是公主，故意偏袒于她？王兄若是不信，可随我回府一观家书。家父的确常提起盛世堂捐助粮草以及棉衣，数量与公主所说分毫不差。是我们错怪公主了，看来齐世子能打胜仗，背后也少不了公主的支持。既如此，王兄打算如何向公主赔罪呢？公主殿下，对不住。王兄是一个未入世的白丁，一句轻飘飘的道歉有何分量？你待如何？你是王家大公子，想必应该有不少私房钱吧？这样，你拿出2000两，在京城的贫民窟设一个粥棚，记得粥棚上写上本公主的名号。多谢公主大恩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多谢公主。公主，舍弟向来顽劣无礼，方才多有叨扰，还请您不要计较。商大公子说笑了，二公子性格直率，说话坦荡，倒比那些背后议论是非的伪君子强多了。公主教训的是，在下定当谨记今日教诲。方才我听说你让二公子给众人道歉，想必有些错怪了他吧？是我唐突，略有不妥。那便请商大公子给商二公子道个歉吧。传闻都说商大公子君子谦谦，温润如玉，尤其是对非一母所出的同胞兄弟呵护至极，难不成都是假象？果然还是从前的他，嘴巴又毒又可恶，
最喜欢戳在人最痛处。道歉就不用了，我在各大茶楼、酒楼共欠3000两，还请兄长帮我还了便是。3000两，我一个月月钱才5两。当然没问题，我的好弟弟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啊。兄长，慢走啊！公主殿下这么为在下撑腰，我还真是不敢相信。我知道这聚贤茶楼是你的私产。什么意思啊？本宫今日来此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商二公子。您说为我？商二公子人中龙凤，却因生母出身商贾，便被家族一直打压。既如此，何不找个人同谋呢？同谋？公主，这商二公子就是个纨绔，你为什么要找他做同谋？前世商贤玉不知惹了什么祸，被赶出家门，从此以后便再无踪迹，再出现就是东部大乱，东窝海船长屈胜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玉家军义军突起，打得倭人节节败退，直到玉家军将敌后逼出圣国，众人才知玉家军的统领为商贤玉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大圣国便有了自己的守护人，他的名字就叫做玉北王。没什么，只是看他一个人比较可怜罢了。这是什么理由啊？公主，万宝阁到了。本宫让你寻的人，可寻到了？回公主，寻到了。小人按照您的吩咐去了那廊门巷子，果然发现国公爷的贴身小厮孙峰守在里面。小人一直守在酉时才见人出来，确是国公爷，无疑。住在那里的，可是国公爷的外室。公主英明，确是国公爷外室陶氏，而且这个陶氏怀孕了。什么？整个京城都把国公爷当做爱妻楷模，没想到他竟然养外室，还有私生子啊！咱们国公夫人不是说，不必经历生产之痛便能当母亲是天大的好事吗？既然如此，那这样的好事又怎能让他儿媳一人享受？公主的意思是，3日后，国公夫人要去奉国寺上香，你想办法让她和陶氏见上一面。是。公主英明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办得如何了？回公主，小人已经按照您的要求，让人连夜写了出来，请您过目。不错，你将这画本送到苍南和京城附近，找个有名的说书先生，把他们的故事给宣扬出去。可是公主，这画本上明显是齐世子和那孟央的故事，您这么做不是为他扬名了吗？不急，这不是还有下卷吗？他孟央想扬名，那我就帮他一把，就怕扬得太高，他自己接不住。你去宋太医府上传个口信，告诉他，即日起不必再来国公府问诊。是。从前为了齐书县付出太多，如今既然准备合理，无论是钱财还是人情，我都要一一收回，绝不会手软。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为夫今日公务繁忙，实在是脱不开身。下次我一定亲自陪你去上香。
国公爷和夫人的感情可真好呀，就这么一会儿都舍不得分开。国公爷还眼巴巴的送出门来。你这老奴，就你话多。国公爷回去吧，别让人看了笑话。哎，我当然是亲自看着你走，我才放心呢。一定要照顾好国公夫人，听到没有？是，走吧。老爷，走，去找头娘。是。这国公爷也真是大胆，竟然敢在夫人眼皮子底下私会外事。森严古寺偷养外室，果然没有哪个男人不爱刺激。走吧，我们去看这出好戏。夫人，咱们是先回府还是？听说凤国寺后山的红梅开得艳极，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观呢。据说这红梅代表长寿之意，多去看看，我等都能长命百岁呢。咱们也去后山转转，沾沾神明的福气。是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公主放心，保证国公夫人一到后山就能看到颠鸾倒凤的好戏。如此甚好，我的好婆母啊，抚养别人孩子的好事，你可得好好接住了呀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尘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这凤国寺的红梅呀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确实。昨夜轻一点。大胆！佛家庄严，竟然有人在这里白日宣淫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两个不知羞耻的贱人给我捉来！是。真是。你们干什么？齐国公夫人，参见齐国公夫人。自圣上登基以来，尊崇佛教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竟敢在这里白日宣淫，打搅佛祖清净！夫人，不对呀，这男子看着怎么有点像国公爷呀？看身形体量是有些像国公爷，但国公爷此刻正在府中办公呢，又怎么可能出现在此处？也是。来人，还不赶紧带下去！是。夫人饶命啊！夫人，夫君在外学商，与民女已经一月未见，外人实在情难自禁，所以才……夫人，您就饶过民女这一回吧。恐怕不是什么夫君，而是你的奸夫吧？今日本夫人有闲情，就好好的教教你礼仪规矩，也算是你的福气。来人，把这个偷情的贱进猪笼！不行，夫人，民女已有3月身孕，哟，还怀了孽种，看来不用进猪笼了，即刻杖杀！得令。你不安一世也就罢了，可挑男人的眼，竟如此差！你这奸夫真是窝囊！你舍命为他挨打，他竟然一声不吭，竟然连头都不曾抬！如此薄情寡义的男人，真是猪狗不如！依我看，这辈子死后下地狱都要被判打入18层地狱。夫人，再打人就打死了，怕什么？死了便死。头娘，我看
国公爷，国公爷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敢辱我妻儿，我要受气！这是你的败事，齐国华！你竟敢幻想败事，我跟你没完！滚开吧你！夫人，若不是你生性善妒，我又怎么会想出把人养在外头的方法？今日我就要带陶娘回府。你敢！我穆族可是金河崔氏，你若敢纳妾，我定让我穆家在朝堂惨你，死得不祥！哼，你不过就是崔氏的旁支，别在这给我摆什么贵女的架子。不要忘了，当初你嫁到国公府的时候，才区3胎嫁妆。要不是这些年在国公府吃好的喝好的养着你，哪有今日的位子？我告诉你，陶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下半辈子就去佛堂忏悔吧。坚持住，陶娘。夫人，夫人，快来人呐！夫人，快来人！夫人又晕倒了，不能扶，快快！公主，这国公爷说话也太难听了。好歹国公夫人为他生儿育女，他怎么能为了一个外室休妻？世间男子无不薄幸，这国公夫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世子殿下怎么来了？你能否为了母亲，去求一求宋太医？母亲快不行了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闲心跟我开玩笑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出事？世子啊，你还是请回吧，你的忙我帮不了。好，盛之婉，你好得很。公主，公主，宋太医那儿只不过是您一句话的事儿，世子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若是等到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，您再后悔可就晚了。你就听奴婢一句劝吧，奴婢也是为了您着想啊。你不是去打扫去了吗？奴婢听到了，奴婢便心急如焚，奴婢只是尽了奴婢应尽的本分。你有一句话说错了，本宫会不会后悔不知道，但是你定然要后悔了。什么？这齐国公府如此之大，你却有闲心关心别人的事情，那从明日起，整个平兰居所有的马桶都由你来刷洗。这可是最下贱、最聪明的奴婢都不愿做的事，公主怎能如此折辱我？来人，把他给丢出去！公主，奴婢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公主，您真的要唤主姐姐去刷洗马桶啊？你想过没有，比起本宫这个主子，她好像更关注齐书宪一些。公主的意思是，她向世子投诚了？不是，奴婢不懂。他们俩有一腿。什么？他们俩有一腿。世子心善，不想让你死，让我来给你送点水。不过我觉得，以公主现在的身份和名声，多活这一日，便是对世子多一日拖累。不如早点死了好。这水，你还是不要喝了吧。公主，你对她那么好，她怎么能叛主？依奴婢看，你就应该把她发卖出去。无妨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，我还需要一条好狗。哼，好，好得很。既然他要闹，我倒要看
看看他到底忍不忍得住。你确定他已经歇下了？是的。世子，你去哪？未央院。世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在写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世子，想不到他竟这样爱我。世子。世子，您不是答应过公主，以后再不来见我吗？哼，世子不该来的。世子还不走吗？啊，之婉性格执拗，今晚我就留在这里，给他些教训。日后若是他认识到错误，还需要你去向他说明今晚的事情。都听世子的吩咐。写个宫斗剧，没有一部是白看的。小小世子拿捏。世子，奴婢不才，也略懂些医术。听闻老夫人重病，奴婢愿斗胆一试，替世子分担，以示孝心。我和孟阳相识不久，他便能想我所想，感我所感。盛之婉，你当真是不知好歹。那就有劳你了。盛之婉，你贵为公主又如何？只要骑车献心月语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世子，昨夜我照顾了老夫人一宿，现在她已苏醒，你稍后可以去看看她。有劳你了。对了，昨晚我宿在你这里的消息，盛之婉可知道了？知道了。他要是有你这般懂事，那就好了。待会儿我就去管家那支1000两银子，给你打造副首饰，如何？多谢世子。啊，没钱？是啊，世子，咱们府中只剩下200两现银了。府中怎么会这么穷？那些片场铺子呢？再不济，总该有些收入吧？世子忘了，舒朗少爷沉迷马术，跟人赌马，把府里的几间铺子收去大半，田产收成也不好。国公爷听闻有富户收地，便高价卖出了。那这些年的花销都从何而来？花的都是世子夫人的嫁妆啊！这些年，老夫人的药钱、大小姐的首饰、少公子的学费，都是出自世子夫人的嫁妆。现在世子夫人不管家了，这钱老奴也不知道该问谁去要啊！你母亲病重，是我日日为她伺候汤药，揉捏血等。你大姐夫的差事也是我帮他请，还有，你那大姐的首饰头面也是跟我借。哦，对了，你那幼弟齐舒阳，也是我帮他请的董大儒来为他授课。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世子，这个月的月例银子明日就该发下来了。您看，我去找母亲问个清楚。这次书信做得不错，
我原本害怕他一时心软，今后压不住媳妇儿，让人看了笑话。早该如此。这盛之婉就是被骄纵坏了，不仅善妒，昨夜您病危，他竟敢不来市集。幸好这孟阳精通医术，不然，等着吧，今后有的是法子收拾他。不过一想到你父亲那事儿，我心口就疼。咱们齐家呀，可不能再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不然呢，我这条老命哟。母亲，母亲，我听管家说，这些年府中的用途都是之婉的嫁妆，此事可当真？用他嫁妆怎么了？他的嫁妆如此丰厚，便是3、4个齐国公府加起来，挥霍个几十年，那都花不完。这一切竟是真的？你们怎么可以动用他的嫁妆？动又怎么了？这本来就应该是我们齐家的。对呀，什么你的他的？他既已嫁入国公府，他的嫁妆便是国公府的。夫妻间本就该相互扶持，你父亲仕途顺畅了，真的还不都是交到我手里？说事事都计较，那情分就淡薄了。可是这嫁妆是皇家的，你们私自动摇，若是圣上怪罪下来，那还了得？这盛之婉就是太过于公主性子了，自私自利，气量小，格局小。这婆母病了，她补贴一些又怎么样呢？以后你立了功，你为她挣回来的又何止这点小利呢？就是。不行，我要同他说明一番，此事断然不能传到皇宫里去。站住！你昨日去了孟央的院子，盛之婉心中定然很急，你要稳住，让他自己来找你，这样才能够拿捏住他。到时候你再跟他提此事，他定然会答应。世子啊，小的以为原本你应得的是正四品的封赏，就因为家中有个杜甫，害得你变成了从五品。那女人连孟姑娘这样善良的女子都容不下，真是个恶妇啊！大夫喝多了，我带去休息。来，没事。世子啊，我张大虎的命是孟姑娘救的，要不是她用缝针、开刀等怪异的方法救了我跟兄弟们，我早就跟二虎一样草席一国，留在苍南了。所以，我记着孟姑娘的恩，谁要是敢欺负孟姑娘，就是我张大虎的敌人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上过战场、受过伤的，能继续留在军营的人，要不是孟姑娘出主意，让我断臂求生，哪有我如今这般的好生活？要我说，公主又如何呀？咱兄弟几个，给他点教训看看。哎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护着泱泱的。只可惜啊，景宁公主先行一步为边疆捐粮，这恐怕对孟姑娘不利呀。捐粮？世子难道不知吗？昨日的事都传遍京城了。公主以盛世堂的名义给边境各城捐了30万担粮、3万件衣裳，还有药物、银钱。她竟捐这么多！世子爷，我听那些人说，庆宁公主这2年至少捐赠了17万两军粮物资。原本大家以为是您的收益，可庆宁公主到处说您根本就不知道此事。17万两，盛之婉已经如此败家，国公府库房只剩200两，你竟将这么多钱给陌生人？哎，世子，你去哪儿啊？找他算账！哎，哎，世子，账还没结呢。就见点翠香珠头面上最大的粉珠被换过呀。这幅画一是仿品，这只青釉瓶也是假的。这太过分了！公主的嫁妆竟然被换了这么多，公主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盛之婉，
之婉，你是不是捐了17万到边疆？怎么？是不是？是啊。之婉，你先让他们出去吧。若世子想说的话，他们听不得，那便不要说。家事何须让外人知晓？若是他们传出去，只会对你的名声不好。不就是我把银子捐出去的事儿吗？那是我的嫁妆，我想送给谁捐给谁，与世子何干？你……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有话要问你。我这些原本都是好好的御赐嫁妆，并且全部都是出自于宫中，怎么就平白无故的变成了假的呢？胡言乱语！你的嫁妆都放在了库房里，要是有你的丫鬟管着，怎么可能会变成假货？就算是变成了假货，也许是你的人出现了问题。幻竹，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前段时间，舒朗少爷常常来库房中寻找书画观摩，不读书，喝了热了，便将奴婢支开了几次。除此之外，奴婢发誓没有再让任何人进来过。不可能！盛之婉，你非要闹得国公府上下不得安宁，才罢休是不是？舒朗一向乖巧孝顺，对你这个嫂嫂更是恭敬有加。你为了泄愤，竟连他的名声都要败坏。乖巧，那上一世可是害死不少无辜孩子，小小年纪便痴迷赌博，还差点让人将我侮辱。我到底有没有败坏他的名声？一查便知。不行，这件事绝不可能是舒朗做的。你查他，让外人怎么想？国公府最近是不是很缺银子？什么？刚才你怒气冲冲跑来质问我，无非是我把银子捐出去了。世子是觉得我的银子应该给国公府用是吗？哼，荒唐！齐国公府哪里用得上你的银子？那世子爷刚才怒气冲冲进来质问你这样做，不就是因为昨日我去了泱泱那里，怨我、恨我，冲我来便是，何必关联到家人？舒朗不过是个孩子。齐国公府家风清正，那齐书郎只是个10多岁的少年，应当做不出来偷过嫂子嫁妆这样的事儿吧？难道真是公主她？我只是想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偷了我的嫁妆。世子为什么要上升到这种程度？至于你去看什么梦央还是陈央，我根本不在意。如果你不想让我查，那就报官吧。听兰，无论是谁，都要给我查出来。慢着！母亲，母亲怎么来了？你嫁的我，当真被人换了，还怀疑是舒朗做的？我不是怀疑，而是去我库房的只有舒朗一人。你若是诬陷了舒朗，该让孩子多么难过！那我就把我的嫁妆全部赔他。舒朗断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等他查出来是误，嫁妆这都是我们家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查，我绝不让舒平永远背着这份怀疑。公主口说无凭，你可写一份文书。若是你污蔑舒朗，不仅要将自己的私产全部交给国公府，还要在祠堂不吃不喝，罚跪自省3日。蠢货，这可是你自己招上的。好啊，若是真查出是二弟所为，你们不仅要把我的嫁妆补齐，还要把我贴补你们的银两全部归还。至于二弟，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。公主殿下未免也太计较了。你既已加入国公府，
那便是国公府的人，连你的银子也是。好了，洋洋，别说了。这世上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般体贴。好，就按你说的。丁兰，去将大理寺城方大人请来。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怎么，对你二弟没有信心了？我若是不请大理寺，我这文书又如何让官府作证呢？这份赌约又怎能奏效呢？你说是吧，母亲？我相信舒兰，你想请方大人来，便请吧。哼，到时候丢人的可是盛之婉你这个蠢人，擅动跋扈，污蔑自己10几岁的小叔子。到时候，即便你的家人都冲入我宫，也不会再有人说什么。之婉，现在方大人还没来，你要后悔，还来得及。后悔？哼，还为时太早。方大人到！微臣参见庆宁公主。公主这是丢了何物？您是怀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是放肆！竟敢这么推我儿子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！母亲，侍卫只是奉我命行事罢了。母亲，为何抓我过来？儿子还在学习呢。齐叔朗，这些东西你可曾见过？没见过。是吗？但我怎么记得，当初你想观摩大师真迹，我便亲自带你去取过呢。就那一次，我早忘了。齐叔朗，我劝你实话实说，这位可是大理寺丞方大人，他断过的案子没有1000也有800，寻常人可骗不了他。我真就去过那么一次，嫂嫂怎么忽然计较一些？公主明鉴，奴婢没有撒谎，二少爷是真正去了好几次库房。舒朗，若你现在承认你所犯的错误，便可免去体罚。方大人，这偷盗物品要体罚多少来着？成年人鞭刑30，二少爷尚未成年，若诚心认错，归还物品后，小棍30棍。30棍！等等，盛之婉，你这是在威胁我二弟。若你今天没有人证，就算他被你逼得承认了，也不可定罪。就是，你未免也太狠毒了。舒兰还是个孩子，你竟然这么吓唬他，还30棍，难不成你想要屈打成招？没有人证，把人带进来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公主，他是当铺的，就是他收了二公子偷去的嫁妆。公主恕罪，小的也不知道这是御赐的东西啊！而且齐小公子说，如果我们不收的话，就让我们在京城混不下去。小的也不敢得罪国公府的人的。不可能！放肆！你可知道诬陷国公府是什么后果？说，到底是谁教你们这么说的？小的句句属实。世子不信，可以让齐小公子的小厮来对质。住口！竟敢污蔑我儿！拖出去，给我让棍打死！国公夫人啊，下官既接了此案，便就容不得在此处有私刑。母亲，对质就不必了，把他带下去，将阿忠带进来。阿忠，好孩子，不用害怕，说出实情。你爹娘都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我一定会为你求情的。是不是你缺钱用了，所以才偷偷的拿了世子夫人的东西出去变卖？是小的一时鬼迷心窍，公主饶命，阿忠再也不敢了。阿忠，你可知偷盗御赐之物乃是要株连9族的？即使有国公夫人替你求情，你和你的父母也是活不了的。
你确定本宫的嫁妆是你偷的吗？你不用看他，他决定不了任何。本宫倒数3下，你若再不说实话，我便将你父母一同送去大理寺。你若再不说实话，我便将你父母一同送去大理寺。是他，是二公子，是二公子指使我这么做的。小人实在不知是欲辞之我，小人只是个奴才，实在不敢，也不能拒绝。敢指我，你是不是不交货了？你狐臭在先，竟还敢威胁下人！天子脚下，岂能容你这样放肆？来人，将二少爷带下去，棍打30！住手！阿忠并无证据，你如何确定他说的就是真的？我看你就是为了让我妥协，故意给舒朗定罪。沈之婉，你若还想这个家好好的，收手吧。上一世，齐不婉的事情败了，就是因为阿忠一直给他记账。阿忠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有。听兰，启禀公主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全了。有劳方大人，这接下来就是我家务事了。那臣便告退了。带走。舒朗，住手！住手！舒朗是我弟弟，你东西那么多，分他一些怎么了？你怎么变得这么歹毒？歹毒？方大人，齐舒朗盗窃御赐之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当斩，带走。放开！放开我！洋洋，母亲，洋洋，母亲，母亲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满意了？还远远不够。齐书贤，你们一家欠我的又何止这些？今日之事都是你设计的。唉，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还是赶紧把欠我的那些嫁妆还回来吧，不然我手段还多着呢。是不是非要你我二人之间绝无可能才后悔？来人，把公主的东西给她送回去。小心点啊！母亲，夫人，我最爱的嫔妃！母亲，母亲，给我站住！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怎么会娶进来如此毒妇？母亲，母亲，快！母亲，来人，快来人！快去找宋太医，来供母亲瞧瞧。世子爷，上回国公夫人搀我们去请过宋太医，却被小宋公子拿着扫帚打出来了。他说，快说！他说，以前宋太医来国公府都是看在公主的面子上，如今国公府都敢欺负公主了，他们宋府不欢迎我们国公府，还说，赶紧说！还说以往夫人的药都是公主每日亲自熬制2个半时辰才得出的治病良药，最近若是恶化，定是因为没人愿意耐心熬药了，说夫人是活该。毒妇，毒妇！母亲，就因为一点小事，闹得家宅不宁，现在还想着活生生的气死我，害死我！母亲，快去请其他太医。是。母亲，书贤，从今天开始，让沈之婉亲自过来给我熬药。他若不回，即便是沈少亲自赐婚，咱们国公府也绝
真容不下这个不孝的媳妇儿！娘，我。嫁妆放进库房里去吧。母亲吐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吐血了？吐血就去找大夫呀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宋太医早就来府里了。麻烦你搞清楚，没有我，宋太医怎么可能来你国公府？好，宋太医的事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听说，之前都是你给母亲熬的药，以后也继续由你熬吧，免得别人智慧。我不怕别人智慧，你要是怕，自己熬去啊。不过是2个时辰罢了，这世子为了孝道，一定能做好的吧？你，哼，不熬就不熬，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不就是想推卸责任吗？哼！世子爷真有意思，离了公主，他国公府是不活了吗？再说了，怎么不让那个姓孟的小蹄子给他熬？公主，那孟央就跪在国公府外头，说要自请离府。百姓们都说您没有容人之量。这个小蹄子给他脸了。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有我的气质了。好，本宫就去瞧瞧他又要整出什么幺蛾子。明明可以在院里头，非要在国公府外跪着，真歹毒！老天爷，赶紧让这个不吉利的东西带着他那个小不吉利的东西一起滚吧！哎，这谁是什么黑头子？跪着干什么呢？这样，公主，民女自知身份卑贱，不该来求您的。但国公夫人病重，急需公主的煎药，请公主不要因民女的身份同世子之气。孟央，你不是说生来平等，只跪天跪地吗？我跪的就是这青天白日。孟央，你这怀有身孕，这么跪着，就不怕伤到胎儿吗？只要公主愿意为国公夫人继续煎药，我跪多久都愿意的。哎，听说是他叫的世子爷，世子爷想纳他为妾，公主不愿意，就停着给国公夫人的药，这么个事儿。堂堂公主居然如此善妒，不顾婆母，还真是蛇蝎心肠。公主若实在容不下民女自愿请离国公府，只求公主能够继续为国公夫人煎药。你既然这么有孝心，何不自己煎药啊？难道是不会吗？可本宫刚刚听说你在战场上救了世子，想必医术了得。民女愚钝，不会煎药。我疯了，会为一个死老太婆花那么长时间。愚钝？本宫可是听说你在军中用了什么缝针、开刀等怪异方法，救了不少将士。依我看啊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煎药。去吧，去展示你的孝心去吧。沈之婉，你在干什么？沈之婉，瞧瞧你干的好事！洋洋，小心点儿。世子，不是公主推的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世子，你不要怪公主殿下。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疼，你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该死，明明是设计好的动作，怎么真的摔了？到了孩子可怎么办？孩子可是我唯一的筹码。你怎么这么善良？我都亲眼看见是他推的你，你还替他说话干什么？你不要说了，
我这就带你回去。啊！真是恶有恶报，他肯定是想假装摔倒，结果真摔了。若孩子保不住，定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他作死。哼，我倒是希望他孩子能保住。啊！洋洋，别怕。世子，你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我不想失去他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。好的，洋洋，你不要怕啊，孩子会没事的，我们会有孩子的。你现在啊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大夫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依夫人脉象看，心肾沉弱，沉色内郁，乃流产之象啊。可有办法？有，不过缺少一味世间难寻的特殊药材——天竺果。若能半刻钟之内能拿出天竺果，便能保住孩子。天竺果，圣之丸有，我去找个药。洋洋，你等我。世子殿下所来何事？我知道你有天竺果，快交出来！你推了眼还在差点小产，如今大夫说了，只有天竺果才能保住孩子，快点把天竺果交出来！孟良都说是他自己摔倒的，你又凭什么说是我推的？再说，世子难道忘了我为什么会有天竺果了吗？你不要再拖延时间了，洋洋腹中的孩子在等着天竺果救命呢。你若再不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。世子当年落入冰湖，是谁下去救的你啊？我自母体带出的寒毒，也因那次愈发严重。那又如何？如果不是你害他摔倒，我也不至于来找你要天竺果。难道是我找人让他跪在我面前的吗？还是说我让他扑在我身上呢？世子爷，真是孟姑娘自己摔倒的。公主每到冬日便饱受寒冬之苦，没有天竺果，她根本熬不下去。如果不是你不为母亲熬药，她会特地来求你吗？这件事都是因你而起，是你害了她。区区寒毒，又死不了人，可她腹中的孩子等不起啊！天竺果在哪儿？快交出来！好啊，我可以给你天竺果，不过你得服下这颗毒药。3个月以内，你将每夜忍受寒毒之苦。你若服下，那我这最后一颗天竺果便是你的了。你呀，就是太矫情，一点小痛便熬不住。哼，我在战场上受了多少伤，怎么可能会怕这都伤不了人的小痛？天竺果呢？公主，寒毒发作那般痛苦，没了天竺果，您可怎么熬？洋洋的孩子总算是保住了。这就是寒毒吗？怎么学到天竺果之前，圣之丸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原来寒毒竟比刀剑之上难熬上百倍，我是不是该去跟盛之婉道个歉？公主，库房的人太过分了，他们竟然把您花钱买的银丝炭送去了未央院，只能给我们黑炭，那多熏人啊！凭什么？公主，您还笑，您不生气吗？确实有些生气。那要不本宫去文熙院质问一番？那倒也不必。但是公主，你以后真的都不敢加了吗？那岂不是我们去宫中拿银丝炭都拿不着了？哎呀，这银丝炭没了，可以再买，毕竟咱们有的是银子。至于管家嘛，我是一定不会再管了，毕竟都要和离了，我还管那么多做什么？公主，您真的要和世子爷和离吗？当然，我之所以清点我的嫁妆，就是为了和离的时候方便带走。哦，之婉，之婉，青兰，你先出去等着。之婉，你真的想跟我和离？我没有言而无信，我是被人算计，我有我的苦衷。之婉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下去了？之婉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下去了？怎么，现在才开始幡然醒悟啊？上辈子我寒毒犯了，冷得受不了，还得卑微的请你赏我点炭火。可这银丝炭，分明就是用我的银子买来的。我知你畏寒，取了些银丝炭来，让你夜里好受些。之婉，咱们和好吧，就跟以前一样。啊？哼，秦书信，你这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。之婉，我发誓我跟你……行了，你还是回你的未央院吧，那里才有需要你一心一意陪着的女人。好，我就当你还在气头上，等你冷静些，我再来。我不是为我，好了，书信怎会受这般苦楚？夫人已经答应拨银子给我开火锅店了，我一定会帮你撑起国公府的。我把21世纪河里捞的记录理念搬到这古代来，那不是降维打击吗？孟阳开火锅店，火锅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他还让人给一个叫张大虎的刀疤脸送信。张大虎，他本是边关守将，后因战败落草为寇。哼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。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。我干什么？我可是公主，我可以给你们生儿子，我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钱。不要，放开我！不要！老子要的就是公主。是。
齐国公府的脸都被你丢完了。哼！这次你的效应落空了。听兰，我们走。客人可是要品茶？我是要找伤行玉。在下不明白客人在说什么。公子，是。听兰，你也先下去。这么多年，还是你第一次主动找我。商二公子，你我做个交易如何？哼，怎么个交易法？我伤行玉看上的，果然不是一般的女子。公主，夫人院中传来消息，说夫人昨日睡梦中有神仙入梦，想要公主今日去昭明寺还愿，咱去吗？那你说，咱去吗？肯定不去。什么神仙入梦？夫人明知公主未寒，还让您出城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去，为何不去？又是一出好戏。什么？昭明寺附近有山匪出没，他怎么会去？他去了多久？约莫小半个时辰，小的这就派人去追，应该还能追得上。且慢，借这个机会，让他长个教训。待他绝望之时，我再出现将他救下，让他明白，他能依靠的只有我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上！终于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公主，有山匪，别出来！上！住手！你们的目标是我，把其他人都放了，我便同你们走；否则，我便自尽。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落在你们手上。公主不可！公主，不可！张大，他们上一世为了保护我而死，这一世我定护你们周全。好，带走。是。什么情况啊？貌似是遇到打劫的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春烈啊？怎么后悔了？你要说真打猎，没准我还真后悔呢。但你说要保护盛大公主，那我万死不辞啊！商哥，你放心，有咱哥几个在，没人能伤得了他。别说是土匪了，就算是正规军，我也不惧。得了，知道你们厉害，行了吧？你说你对盛之婉这么好，他能知道吗？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
他不还是乐此不疲？就你话多。哎，你们说那辆马车是不是有点配不上呢？哼，马车不都是这样的吗？若我是公主的夫君，我定会亲自打造一辆适合她的马车，让她金尊玉贵的躺在上面。哎，啊，你别仗着你家里有2个臭钱，在这里大放厥词啊！人家可是有家室的。怕什么？反正听到的也只有你们几个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干活了。等等，大鱼还没上钩呢，先跟着吧。这。姐姐，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。你就是狗屁的庆宁公主啊！美是美，可惜呀，心肠却狠毒，连我的恩人都敢害。嘿嘿嘿嘿嘿，公主又如何？落到这里，就是被千人斩、万人骑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公主，我来了。妹妹别怕，小心伤着了。你们，哎呀！杀了我！你以为你自己能逃得掉吗？贱人，放了我恩人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张大虎，你把他当做你恩人，为了他要杀我，可你知不知道，若是没有他，你弟弟就不会死，你的脸也不会变成这般模样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给老子说清楚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我爱人还会害我？少他娘的挑拨离间！既然你觉得他是你的恩人，那就让他解了我的真术如何？沈之婉，你，我去寻了点护理，哪里会解灵针？孟姑娘，救救我！我可都快死过去了！我什么？孟姑娘不是医术惊人吗？难不成你要见死不救？你少胡说！这样怎么解啊？学校也没教过啊！我姑娘，救救我！我快不行了！我快撑不住了！好，我马上。应该是这里。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你到底行不行啊你？你不是神医吗？孟姑娘，你看这一次要不要把他另半张脸也刺上几刀，缝上几针呢？我还在想呢，这几针哪有这么容易啊？你让我再想想。哎呀！
不得了。你现在还觉得他是你的恩人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！骗我！你根本就不懂医术。我不是救了你吗？虽然你伤了半张脸，可是你的命保住了。你怎么能恩将仇报？张大虎，当初你那张脸用些草药便能好，可是他偏要在你脸上划上几刀。还有你的弟弟，原本只是受了一些皮肉创伤，而他不懂医术，让他白白丢了性命。他弟弟那是个意外，是他自己命不好。现在该你命不好了。亏我把你当成恩人，对你唯命是从，你却骗我、瞒我，还害死我弟弟！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张大虎，你敢！我可是世子的女人。哼，世子！要不是世子轻信你，我弟弟也不会死。我为他出生入死。我疼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，公主殿下，我求你，我肚子里还有世子的孩子。我若不是提前准备好将计就计，你对我会有半分的心慈手软吗？这样的贱人就不配活着！住手！千万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世子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是来吃饭的？你怎么安然无恙？飘在上面的人是……洋洋，洋洋，飘在上面的人怎么会是洋洋？洋洋怎么会在这里？熟悉。盛之婉，你设计洋洋！世子说话真是好笑啊！绑在上面的不是梦央，那世子你觉得应该是谁啊？我们？我并非此意。你外出为母亲祈福，为何泱泱也会在这里，还身受重伤？师父，他是对你的孟娇娘不够了解呀！他跟公主是一伙的，他想要我的命，世子要为我做主啊！之婉，纳妾一事是我错了。这些年，我是亏欠于你，你要怪罪我，要罚我，我都认。可这是你我之间的事，泱泱她是无辜的。世子，你真是昏了头！我们公主何等高贵，怎会为了一个低贱的农女去做下三滥的事？就因为孟娘子几句话，我们公主在世子眼里就这么卑劣吗？世子如此，实在是太寒公主的心了。之婉，世子，我的肚子好痛。泱泱，别怕，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回去，你会没事的。盛之婉，当日我身中寒毒，痛彻心扉。当我想到你所受之苦，我心更痛。我对你心有亏欠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动泱泱的孩子。是你把你我之间唯一的情愫给斩断了。我齐书县不欠你的。来人，把世子夫人押回府。只要他不想走，谁也带不走他。
杀二公子，她是我夫人，我们的事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插手。你的夫人，你配吗？说什么？你抱着小妾，把正妻当犯人押回去，如此夫君，你不配！你什么意思？公主自有我罩着，你胆敢往前一步，杀了我官居五品，你敢杀我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之婉，跟我回去。世子殿下还是先回去吧，今晚月色不错，我还要赏月呢。盛之婉，你别后悔！还有你，脱离军营，竟然落草为寇，王我还想将你纳入麾下。这是孟姑娘的主意，也不能怪我呀。好，就因为她是一介弱女子，你们都往她身上泼脏水。男人，把她押回去，给我细细盘问。是。走。就这么走啊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吃了。你也喜欢那个小农女人？不是她。那是谁啊？是你。他齐书县凭什么？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那你觉得谁能配得上？论家财，我富可敌国；若论军功的话，我比不过他。但你放心，他齐书县有的，我同样会有，而且我会做的比他更好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的预备娃。豫北王？好，那就听你的。若日后我能击退敌军，封诸侯王，那我便是豫北王。盛之婉太过分了，竟能伤下二公子，公姐。孩子，我的孩子还好吗？洋洋，洋洋，不怕不怕，孩子保住了。话说，那日你怎么会在朝阳寺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公主，是公主，她想害我，想害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世子，我好害怕。这个毒妇，连我国公府的血脉都不放过。他在哪儿？他要敢回来，我势必……世子夫人回来了。好了，洋洋莫怕，有我呢。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！母亲，母亲，世子，你快去拦这些母亲，不要让他因为我让事情闹得不愉快。洋洋，你就是太懂事了。盛之婉，你是公主，是正妻，是知道了我在设计你，可那又怎样？世子不还是向着我？盛之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可不是世子，嘴上说着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转头就跟别的女人风流流种，我怎么就没脸回来呀？我知公主因世子疼爱我而吃醋，可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跟张大虎那样的匪徒厮混。你让国公府的脸面，可往哪儿搁呀？孟姑娘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真是令本宫瞠目结舌。若你是清婉，
为何你的簪子会在张大虎手里？为何他会对你那般客气？又为何他会为了你杀我杨洋？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那世子呢？明知我有危险，可来的却是那般迟。怎么，有事耽搁了？还是说要来给我收尸啊？我自是耽搁了。那世子回来可有仔细盘查呀？这张大虎与孟姑娘可是一口一个恩人，一口一句赴汤蹈火，而我只是戳破了他的骗局。洋洋，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可有什么瞒着我？齐书宪，你蠢也就罢了，但你骨子里就是一个狼子野心之徒。之晚书宪也是对你关心则乱，只是你与别的男人一夜未归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与他人一夜未归，难免会对你的名声有碍。不如你把嫁妆交给书宪，他定会原谅你。母亲，这也是为你好啊。看来这嫁妆比你们的命都重要。哼，好孩子，难不成你要背着烂臭的名声，往后你又如何见人呢？公主，你不妨就说出实情吧。昨夜是张大虎强迫了你，我也可以为您做人证的。您是受了委屈的，想必世子肯定会原谅你的。哼，如今是你对不起国公府，你还摆出这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给谁看呢？盛之晚，收收你的架子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书宪他同意了。上了这个心，此事便过去了。不必如此麻烦。之晚，你这又怎么了？方才还不是答应的好好的？公主一面说自己清白，一面又不愿受刑，可终究是一夜未归。你又生得这般花容月貌，我要是男人，我也会有想法的。齐书宪，你觉得呢？之晚，你告诉我，昨夜到底有没有？好，既然是非对错你自有评判，那从今以后，你我便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们和离。和离？不能和离！你的嫁妆，我不同意。这孟姑娘腹中已怀有世子的骨肉，这样一来，便可顺理成章的上位了。什么？齐世子居然有孩子了，还是孟九娘的孩子？若是不合理，这不是让公主给农女养孩子吗？够了，盛之晚，何必闹成这般？你不嫌丢人吗？丢人的是你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有这一出。诸位，这是蝰蛇果，若我非处子之身，此果便会让我红疹泛起，疼痛难忍。今日我便当着众人的面服下，一则是堵住悠悠众口，二则是给自己的清白一个交代。还挺甜。你昨夜难道没有？诸位，齐国公府毁我清白，今日我自证清白，而齐世子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该被轻贱的是他。之晚，就当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回到从前去。你配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还是清白之身？母亲真是可笑，难不成你还希望我给你儿子戴绿帽子？之晚，你怎么这般同母亲说话？亏他方才字字句句为你考虑，快给母亲道歉！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她是你的母亲，与我何干？你我马上要和离了。之晚，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
世子，你是耳聋吗？方才我说过了，我们和离，众人皆是见证。我说不同意，便和离不了。你只能是我的妻。谁说和离不了？我来为公主撑腰了。商二公子，这是我国公府的家务事，还请你不要插手。说我非要插手呢？上仙玉，我要去陛下那里参你。齐世子，烦请跪好，我此番就是来代替陛下宣旨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陛下圣旨在此。参见陛下。齐书宪，你要站着领旨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织丸乃朕的心头瑰宝，却在齐国公府一再受，既你齐家不珍惜，婚事可作罢。钦此。不可能，齐世子，这不可能。领旨吗？上仙玉，一再如此，意欲何为？世子不知。十二公子如此维护着公主，想来并非是一朝一夕的情谊了吧？可公主既为世子的夫人，又怎能与外男拉扯？如此，该多伤世子的心啊！盛之丸，你早该为我让路，从此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了。世子，之婉，你以为离了我，你能找到什么好的人家？只要你现在跟我认错，我马上去陛下那里，求他收回圣旨，我们还跟以前一样，好好过日子。谁说没有？多谢世子放手。不可能，你们不可能，你们走吧。之婉，国公爷到。慢点儿。国公爷，你这是……不走吗？有好戏看。这是我和陶娘的孩子，以后就记在你的名下，当嫡次子，好好的养着。你竟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？那怎么了？你又不能生了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国公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和这个贱世的孩子还要记在我的名下，你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？身为主母，连个孩子你都容不下，度量如此狭隘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我不管，我绝不允许这孩子进门！不是，父亲，那我就把你赶出府去。国公爷，你竟敢！没错，你再敢阻拦，我就休了你。世子，母亲，母亲，果然，这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，是不知道疼的。圣旨到。苏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送圣旨来了。我刚刚不是送过了吗？太后气不过咱家公主被别人欺负，就让我再送到圣域。有劳了。这是接着看戏了。
别装了，要装晕，接完圣旨后再装吧。这怎么又要圣旨？苏公公，这圣旨是何内容啊？爹，定是边关告急，圣上要我为国立功。怎么就转进来了？怎么就转进来了？急什么呀？马上就知道了。宣圣旨，微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齐国公任户部官职，私自动用国库，使夺爵位。动用国库？你疯了吗？钱呢？要不是你把钱管得死死的，我又何必动用国库啊？及其崔氏与其女齐氏私自挪用公主嫁妆，不合礼法，收国公府。你这个恶妇，连公主的嫁妆都敢动！现在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了。爹娘，别怕，我还有军功在身，我还有军功在身，军功在身呢。你，齐书县虽有军功在身，却在军中错信农女孟央，致众多将士无辜惨死，其罪难逃。齐家上下发配岭南，农女孟央勾结山匪，其罪当诛，明日斩首。诸位，接旨吧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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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什么时候了？别装了！母亲真的晕了。师姐，师姐，我不想死，你快救救我！都怪你！侯娘，侯娘，有没有人呐？都怪有没有人？好戏也看完了，走吧。我军功在身，我来打我！都怪你！都怪你！哎，我下面不行了。商二公子，无需这般盯着我看。以后我会亲自给你打造一辆适合你的马车。谢谢商二公子。昨夜以及刚刚的谈话，绝非笑谈，字字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。莫不是我求你帮了个忙，从此以后你便要赖上我了吧？哼，那日就算你不找我，我也会亲自送上门，保护你周全的。我和世子和离，这名声我不在意，我从来不在意这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是利用你的呢？我愿意被你利用，哪怕是一辈子。